都说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但这柄刀着实非同一般，不仅锋锐无比，削铁如泥，还能影响刀主的命运。在刀客手中，它便是所向无敌的凶兵；在厨子手中，它便能做出美味佳肴。哪怕一个屠夫拥有，也能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数十年前，江湖豪侠彼此厮杀不断，为平息天下第一名号的争夺，一代巨侠独孤擎天横空出世，仅凭一己之力击败天下高手，压得整座江湖抬不起头来。先后铲除金、古、梁、温四大门派，将其门派中最强的杀人利器夺走，之后又请炼器大师唐胖子全部熔炼，将其中精华凝成一块绝世玄铁。随着独孤擎天的退隐，逝世陪葬于墓中。多年之后，已然老迈的唐胖子归隐市集，只靠修马掌和打造农具为生，却不想此生还有见到绝世玄铁的机会。那天，一个浑身煞气的刀客找上了他。刀客名叫独孤城，是独孤擎天的儿子。为了得到天下第一的名号，他不惜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兄弟，泯灭人伦，盗取父亲的陵墓，带出这块玄铁，只为将其重新铸炼成宝刀。唐胖子本不愿意，但看着相依为命的母鸡被一刀斩断，无奈只得重新升起炉火。随着一番淬火锤炼后，刀成之时，天边血色红霞漫天，四方豪侠也闻风而来，欲要抢夺这柄绝世宝刀。独孤城留了唐胖子一命，只因他要让唐胖子做他登上巅峰的见证者。看着面前满口正义，实则不过也是贪图玄铁的草莽鼠辈，独孤城轻轻抚摸着手中的宝刀，气势凝聚至顶，不吐不快。慑于宝刀威名的江湖客惊慌躲闪，只是匆忙将一个倒霉蛋推出挡道。见独孤城挥刀斩落，倒霉蛋下意识举刀格挡，哪知无坚不摧的玄铁宝刀碰上凡兵，竟骤然断裂。独孤城不敢置信，正要再试，又被轻易斩断一截。愕然的他呆呆站在原地，却有一柄极快的刀自背后穿胸而过，身后大汉又夺来一杆长刀，迅疾如风，一刀划过脖颈。独孤城只觉眼前的世界被血色笼罩，一场因玄铁引起的纷争以闹剧收场。待毫无所得的江湖客纷纷远去，唐胖子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此时，一个孩童开口请求，备受欺凌的他想用怀中的母鸡求唐胖子为他打一把刀。唐胖子心生感慨，众生皆苦，还不如当一个用刀的厨子，让人开心。四下寻觅，找到了那个用来装玄铁的铁盒。众人皆以为盒中的便是玄铁，殊不知那铁盒才是真正的玄铁所打造。经过百般锤炼，一柄绝世宝刀终于现世，但它绝不是嗜血夺命的凶器，而是一柄真正的慈悲之刃。多年之后，孩童成为了一代名厨，号称八大铲，凭借着独创的八大菜肴名满天下，前来拜师的人如过江之鲫，或学师或偷师，却还是无人能做出第八道菜。这道八仙过海必须在转瞬之间，以极快的刀将活鱼片鳞剖开，投入沸水，而鱼不知自己已死，依然在汤水中游移。他人以为八大铲是靠着精妙的刀工做成，实际上其中奥妙全在他珍藏的玄铁菜刀之中。旁人无此刀，自然无法复制。树大招风，某日宫廷侍卫强行上门，言称御前大总管点名要吃八大铲的菜。此人挑剔残暴，已经杀了不少名厨。为防不测，八大铲欲要寻找一位传人，好为自己留下传承。为此，他让手下的学徒每人做一道菜，由他检验。尝了好多，他都不甚满意。直到一名小学徒端上来一碗没有虾的虾汤，品尝之后只觉喜上眉梢，逼问之下才知是酒楼的哑奴从旁相助。说起这个哑巴奴役，昔日不过是潜入酒楼偷食的乞丐，被众人抓住做工还债，平时低眉顺眼任人欺凌，如今却是凭着一碗虾汤令八大铲清颜有加。又在一夜，八大铲住宿的房屋意外升起大火，火势熊熊，众多学徒无一人敢进屋救人，还是哑巴毅然冲进火海，拼死将八大铲背了出来。经过此事，八大铲直接将哑巴收为弟子，将八道菜的精髓倾囊相授。1月之后，哑巴已经尽得真传，今日便是他的出师之日，亲手做出八道菜让师傅品鉴。
八大铲挥舞筷子不停夹菜，却有黑血从鼻孔流下。眼前的徒弟明显是位下毒高手，而哑巴也不是真的哑巴，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名厨，因做出的菜不合大公公心意，惨遭灭门。他为了报仇，筹划多年，提前潜入酒楼，伪装哑巴杂役，靠着一碗虾汤引起八大铲注意，随后又故意纵火上演苦肉计。而师徒2人中，只有1人能为大公公做菜，这才暗中下毒谋害师傅。只待大公公上前观赏时，他便能用玄铁菜刀报仇雪恨。闻此，八大铲感慨良久，哑巴如愿以偿得到机会。这日，大公公来到酒楼，白须白面，体态如猪。上前问礼的小太监意外打了个喷嚏，大公公拿起手绢擦了擦，没关系，下辈子小心点。随后血迹随着刀剑入肉的撕裂声溅出，这大公公的残暴可见一斑。前面的搜身细致入微，更有试菜的侍从绝了哑巴的下毒之念。哑巴只能有条不紊地做菜，前7道菜令大公公吃得甚为满意。等到第8道菜时，他请求大公公上前观赏其中的奥妙。大公公顿时有了兴趣，哑巴精神高度紧张，只待对方行至近前，他便挥刀手刃仇人。却在此时，一声悠长的屁响传遍大堂。人吃多了，自然就要疏通肠胃，却不想酒楼的茅厕年久失修，体重超标的大公公直接掉了下去。大公公掉粪坑啦！侍卫急忙伸出长枪想要捞人，却不想一时心急，伸下去的是枪头。吃痛的大公公扬言要杀掉众侍卫。人都是惜命的，侍卫们眼一闭心一横，齐齐动手。大公公跪膝啦！就这样，哑巴间接性报了仇。可这般结局并不是他想象的结果，在种种折磨之下，哑巴疯了，重新成为乞丐流浪，整日风言风语。而要问一个屠夫能有多少存款，眼前装满铜钱的朱大长能给你答案。他这般拼命存钱，自然有原因。那日他在万花楼下望见花魁梅娘，惊鸿一瞥，念念不忘。那家人随手落下的手帕，更是令他每每心潮澎湃。终于，他存够了钱，换上了新衣，推着满满一车铜钱冲入万花楼，十分阔气的要给梅娘赎身。然而他的钱实际上连见梅娘一面都不够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梅娘早已被恶霸一刀仙霸占，不仅当着他的面上了楼，还抢走了他所有的钱。屠夫越想越气，收拾家伙就要去和一刀仙拼命。但勇气不代表实力，他被一刀仙踩在脚下，狠狠羞辱，还当着梅娘的面在他肚子上划下了一个猪头。屠夫不甘受辱，来到破庙寻死，可寻死不成，反而卡在了石狮子中。破庙里有一乞丐，手中拿着一把锋利至极的菜刀，轻轻一磕便斩断了石狮子，也让屠夫再次生出了复仇的念头。所以他抢走了菜刀，闯入万花楼就要杀了一刀仙。待一刀仙正要随手结果他时，坐下的马匹却被玄铁菜刀一分为二，还无意间引火自焚。就这样，屠夫得愿所偿，不仅所有人对他礼敬有加，更是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梅娘。心神激荡下，欲望也在不断增长。屠夫强占了万花楼，还逼得梅娘与他成亲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依仗的不是武功，而是一把锋利过头的菜刀。成婚之日，梅花洒满了院子，那是梅娘最喜欢的花，却无人知晓她为何喜欢，因为她的心爱之人身上遍布桃花。那是一个戏班伴奏的穷书生，两人本是青梅竹马，却意外失散。他这才随着戏班四处打听，终于如愿。且他仪表堂堂，哪里是粗俗的屠夫可比？尽管屠夫已经做了很多，可没有女人会喜欢一个舔狗。为此，即便屠夫满是不甘心，两人依旧设计夺下了他的玄铁菜刀，在众人的祝福声中远走高飞，只剩下哭得撕心裂肺的屠夫。佛言人性有3毒，贪嗔痴，与影片中时常出现的鸡蛇猪3毒相互对应。一把玄铁刀辗转3人之手，见证了贪婪嗜血的刀客、嗔怒滥杀的哑巴、痴心失愿的屠夫，如同诅咒般影响着他人的命运。为此，终得幸福的梅娘两人将其丢弃，也让其伴着3段孽缘就此沉寂。